2021年9月24号，孟晚舟，华为集团的首席财政官，任正非的长女，在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的陪同下，乘坐中国民航的包机，从加拿大的温哥华起飞，飞往中国。9点46分，这架飞机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广东省的副省长、深圳市的市长亲自到飞机场去迎接。这一天的宝安国际机场啊，鲜花满簇，红地毯从地面一直铺到了廊桥上。一个迎接仪式呢，也会完全按照防疫的要求来进行。我在现场已经听到这个现场的迎接的群众已经发出了欢呼声，因为他们看到舱门已经打开了。让我们一同关注机舱门口的画面。现在我们看到孟晚舟女士已经来到机舱门口，向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孟晚舟女士正步下舷梯。国驻加拿大大使洪培武先生也陪同到这是前来迎接的孟晚舟女士的先生送给她的。孟晚舟从飞机下来之后，在机场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讲。经过1000多天的煎熬，我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异国他乡的漫长等待，充满了挣扎和煎熬。但当我走下舷梯，双脚落地的那一刻，家乡的温度让我心潮澎湃，我终于回家了。最近啊，我在重新看这段影像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孟晚舟回国所受到的待遇啊，比前一段时期马英九访问大陆还要高。马英九访问大陆没有用包机，只是乘坐一个普通民航的商务舱，同时啊，迎接马英九的只是一个副部级官员，地上呢也没有红地毯。但是孟晚舟不但有红地毯啊，同时也是副部级官员来迎接啊。但是你想想，孟晚舟不过就是一个华为集团的首席财政官而已，没有任何行政职务，那他为什么回国的时候会受到这么大的礼遇呢？要我说啊，孟晚舟事件啊，是典型的大的历史转折时期的关键事件，它涉及到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张、中美的大国角力以及国际秩序的变迁。今天啊，我们就来讲一讲啊，孟晚舟事件的1028天的故事。5G networks must be secure, they must be strong, they have to be guarded from the enemy. 孟晚舟女士没有违反任何加拿大的法律就被逮捕，会有什么后果我不知道。Political decision made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iplomatic dispute. 时间回到3年前的2018年的12月1号，孟晚舟从香港国际机场登上了国泰航班。他此行的目的是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因为他父亲在那里参加 G20 峰会，他要到那里跟他自己的父亲会合。但是他要先飞到加拿大的温哥华，因为他在加拿大的温哥华有2套自己的房子，每年夏天他们一家都要在那里度假，所以他此行啊要把一些行李先放到自己的寓所里。所以他这趟出门啊，一共托运了7件行李。10几个小时之后啊，他抵达加拿大的温哥华，刚刚走出廊桥就被2名警察拦了下来。这2名警察就告诉他，他说你是叫孟晚舟吗？他说是啊，然后就把他带到了旁边。加拿大的警察就要求他交出他随身的携带的电子设备。孟晚舟倒是也挺配合的啊，就交出了自己随身携带的2部手机，一个256G 的 U 盘。还有一个电脑和一个 iPad， 这里头说起来挺有意思的啊。孟晚舟的这4件电子产品啊，只有1部是华为的手机，另外1部手机就是苹果的，他的电脑也是苹果的 ，iPad 也是苹果的。你想想，其实，孟晚舟是华为的高管，而华为实际上也有笔记本电脑啊，也有 Pad 呀，但他没用，他用的大部分产品都是苹果的，而且他那 iPad 后面还贴了一个小熊维尼的
这个纸贴其实多多少少有点辱华啊。当时加拿大的警察呢就问他要这些苹果手机的这些密码，孟晚舟也都提供了。整个过程中间，边境警察盘问了3个小时，说美国呀对你宣布了起诉，你触犯了美国的法律，此时此刻呢你有权保持沉默，你现在如果发言的话，将来都有可能对你呈堂不利的证据。孟晚舟一听都懵了啊！这之后呢，他们就把孟晚舟送到了温哥华附近的一个女子监狱。当时啊，这个消息传到华为之后，华为就立刻急了，连忙找了温哥华当地的一个律师赶往监狱，因为事态比较紧急嘛。这个律师本身也不是特别懂啊，就这方面的相关问题，他是一个搞这个专利法的，但是会说中文。当他赶到孟晚舟所在的监狱的时候啊，就发现孟晚舟的身体啊可能出现了一些状况，因为你想想，孟晚舟啊，任正非的千金小姐，华为的高管，出行都是头等舱，突然一夜之间身陷囹圄，被关到监狱里头。他那个监狱啊，虽然说按照中国的标准啊还不错，7、8个平米一个房间，2个人一个房间，但毕竟你想那是监狱啊，孟晚舟哪受过这个待遇啊？所以我估计啊，一方面是当时那种心理落差巨大，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从来没有到过这种场所，所以身体一下子就出现了状况，就呼吸非常急促。所以当天晚上呢，当地的这个监狱啊就把孟晚舟送到了医院里。就在这个时候啊，远隔万里之外的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啊，正在进行 G20 的峰会。习近平和特朗普正在进行着一场晚宴，双方啊正在吃着阿根廷当地的西冷牛排，然后喝着2014年的红酒，双方正在谈论的就是中美贸易战的话题。大家都知道，2018年啊，国际上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可能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爆发的有史以来最大的这场贸易战。事情的起因呢，还要讲到2017年的11月份，特朗普访问中国，当时啊，习近平在故宫接待了他。特朗普当时成为第一个在故宫被接待的外国元首，那当时幸福之情也是溢于言表啊，还禁不住夸习近平是一个伟大的国家领导人。我们就参观一下这个宫殿，当时皇帝上朝接待大臣的地方。但是转过年来，2018年的3月份，美国呢就开始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他认为啊，中国用这种技术换市场啊不公平，包括呢中国和外资合资的企业啊，要求那些中国的企业控股比例必须是51%，也不公平。中国在金融领域内的封闭，没有像当时加入 WTO 的时候承诺那样开放啊，这也不对。所以呢，对中国发起了贸易战，要求对中国几千亿的商品增加关税，由10%提高到25%，就是要求啊，这个中国要购买大量的美国农产品，以平衡中美之间的贸易之间的逆差。这一年，中美两国底下的幕僚之间谈判了几轮，始终没有进展。所以呢，2018年的12月1号，阿根廷首都的 G20 峰会也是1年多来习近平和特朗普的第一次见面。事实上，双方都有意啊，就中美贸易战达成某种协议。所以呢，这一场的谈判非常之重要。晚宴中间啊，双方的气氛非常不错。其实中方当时是有意做一些妥协的，所以在现场中间，一方面呢是承诺向美国这个购买更多的农产品，然后美国呢同时呢也答应把整个贸易制裁的时间向后延期90天。据事后的媒体报道无论是习近平还是特朗普都不知道孟晚舟被抓的事情。在整个这场晚宴过程中间，只有一个人知道孟晚舟被抓，他就是坐在特朗普旁边的博尔顿。这博尔顿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就在前一天，孟晚舟从香港国际机场登机的那一刻，美国的情报人员就通过一个安全的线路打电话打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就告诉这个博尔顿，孟晚舟上路了。事实上，美国准备抓孟晚舟已经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那么他们一直在盯着孟晚舟的出行的行迹，要确定孟晚舟能到一个美国可以控制的国家，才会对孟晚舟采取行动。这个时候博尔顿肯定知道，如果此时此刻抓孟晚舟肯定会对这场这个习特会构成一个非常不好的影响。但他还是决定要抓孟晚舟。于是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局就给加拿大发了一封加密的文件，
要求加拿大的警方协助美国呢抓住孟晚舟。加拿大的警方啊要解密这个文件，据说花了1天的时间呢。所以解密完的时候，实际上孟晚舟啊那个飞机马上就要落地了，那警察就连忙赶到了廊桥前。而这个时候，加拿大的总理啊，这个特鲁多才刚刚得到这个消息。所以这个特鲁多啊，实际上是整个这个事件过程中间得到消息比较晚的。这场晚宴结束之后啊，习近平就对阿根廷的首都啊进行了国事访问，而特朗普就赶紧回到了美国。12月3号，孟晚舟就开始提出了一个保释申请。5G networks must be secure, they must be strong. They have to be guarded from the enemy. 孟晚舟女士没有违反任何加拿大的法律就被逮捕，会有什么后果我不知道。Political decision made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iplomatic dispute. 在西方国家里头，一般只要不是涉及到那种严重的暴力犯罪啊，多数情况下都可以申请保释。所以3号的时候呢，孟晚舟就向法庭提出了一个宣誓书，他说他自己啊只有中国和香港的护照，没有其他国家的国籍。早年呢曾经拥有过加拿大的枫叶卡，现在也放弃了。然后呢，他呢身体也不太好，就是他一方面有高血压，同时还是甲状腺癌的幸存者。最近呢，还有这个呼吸障碍综合症，只能吃流食，所以他希望啊，加拿大的法庭批准他的保释。但是就在同一天，美国呢，同时也向加拿大的法庭说，我们建议不要给他这个保释。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政府对，这个孟晚舟的刑事指控啊，涉及的刑期非常重啊，有30年啊，也就是说是严重的犯罪行为，这是第一。第二呢，这孟晚舟他们家，你想他爸。那是任正非啊，任正非有32亿美金的财富啊，他们完全有可能啊逃离加拿大。第三，中国和加拿大之间并没有引渡协议，跟美国之间也没有引渡协议。他一旦要是从加拿大跑了，那等于就脱逃了美国法律对他的制裁。所以呢，美国就建议加拿大的法庭不要对孟晚舟进行保释。习近平对阿根廷的国事访问之后呢，他又访问了葡萄牙。在这期间啊，习近平啊就知道了孟晚舟被抓的事情。据说啊，习近平非常之恼火，因为按照他的理解啊，他跟特朗普见面，同时呢，他也愿意啊向美国做适当的让步，购买美国更多的农产品。这美国人呢，应该营造两国元首啊会见的欢乐祥和的气氛，但是这美国人暗地里还抓中国的孟晚舟，这实际上给中国使绊子啊！而且就在他跟特朗普见面的当天，这在中国人看来，这就是给习近平上眼药，是可忍孰不可忍呐！12月6号这一天，习近平回到了北京，外交部呢就立刻对习近平做了汇报，说孟晚舟现在在加拿大情况非常不好，在监狱里啊受到折磨啊。同时呢，外交部就给习近平递了一份名单。这个名单就是所有加拿大人在中国的名单，这外交部就建议啊，习近平在这名单中间选2个人打个勾，以己之道还己之身，就是也抓2个加拿大人。同时啊，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耿爽啊，这个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也抗议加拿大这种行为，分别向加方和美方表明了严正立场。要求对方立即对拘押理由作出澄清。与此同时呢，中国的外交部的官员呢也召见加拿大的大使啊，对加拿大提出了强烈的抗议。12月7号这一天啊，孟晚舟的保释听证会第一次召开。当时啊，世界各国的媒体啊都云集在温哥华呀。据说啊，当时这个听证会是上午10点钟召开，但是早上8点55分的时候，外面就排了150多个人，也有很多中国人呢，在法庭外面打上了支持孟晚舟的这么一个标语和牌子。10点钟开始，这一次的听证会啊，世界各国的媒体才知道孟晚舟为什么被抓，也知道了美国为什么要抓孟晚舟。这事情的原因呢，就是跟伊朗有关。大家都知道，伊朗这个国家这些年在海湾呢，它跟伊拉克啊这打来打去啊，
他跟伊拉克之间实际上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都想成为有核国家。因为当时谁要是在中东成为第一个有核的国家，谁在中东肯定是老大。伊拉克当年不是也搞这个核武器吗？结果被以色列知道之后，搞了一个叫什么巴比伦行动，最后把他那个重水反应堆给炸了。而伊朗呢，就自己一直在悄悄咪咪的搞这个重水反应堆，同时搞这个浓缩铀。到2003年之后啊，他这个浓缩铀的计划就大大提前了，结果就搞了国际社会的一个非常大的紧张啊。美国呢就通过联合国啊，对伊朗先后通过了4个制裁协定。同时啊，联合国这个制裁协定它还不满足，它自己又制定了一个单边制裁协定。这个单边制裁协定呢，就是说，你世界各个国家，你都不能跟伊朗做生意，包括石油，是吧？当然他也讲了，就是中国啊、台湾呐、日本呐，有几个国家啊，向伊朗买石油，在2019年之前这个可以豁免，其他国家都不能买。你要买的话，我收拾你，因为你要用美元结算呢，你用美元结算就不行。同时呢，他对这些跟伊朗做生意的企业也宣布进行制裁。如果你要是跟伊朗做生意被我发现了，那我要收拾你。尤其是你这些企业啊，要跟美国有关系的话，那就更不得了了。这就是美国著名的长臂管辖。但是华为呢，在2003年的时候，在香港成立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叫星通公司。这星通公司呢，实际上是个空壳公司。这个星通公司的控股公司叫华盈，而华盈的控股公司是华为。那华为为什么要成立这家星通公司呢？说白了，这个星通公司就是个白手套，就是想用星通公司跟伊朗做生意。然后呢，这个孟晚舟啊，还是这个星通公司的董事啊、成员呐。然后在2013年的时候啊，这孟晚舟就在香港跟汇丰银行的高管吃了一顿饭，给那个汇丰银行提供了一个 PPT。他呢，因为想用汇丰银行的贷款，然后呢，他就跟这个汇丰银行解释说，我们华为啊，跟这个星通公司没有什么这个其他的关系，就是正常的贸易伙伴。因为你看，2007年的时候，我们华为啊，把星通公司的股票啊都卖了。所以星通公司现在就是完完全全独立于华为之外的一个普通的公司了。但是呢，我们想这个星通公司呢，想贷款，然后想这个跟伊朗做生意。后来呢，这个汇丰公司啊，就先后给这个华为啊贷款了20多亿美金。但这件事情后来就被美国知道了。美国啊，因为汇丰银行在2003年的时候啊，跟伊朗之间有一些不清不楚的关系啊，就罚过他一笔钱，好像是10亿还是15亿美金呢。这一次好像这个消息影影绰绰被美国知道之后，美国又要收拾汇丰。后来呢，汇丰银行啊就把这个华为啊给他们的 PPT 交给了美国。那美国一看，那你华为通过汇丰银行贷款，通过星通公司跟伊朗做生意的，这事是拿到了一个铁证。那这个星通公司跟伊朗之间做什么生意呢？一个就是卖各种各样的电脑，比如说美国的惠普电脑，他们卖了这个130万欧元的电脑给伊朗。另外就是一些华为自己的通讯器材啊等等啊。而且呢，据美国他们调查发现呢，就是中国驻伊朗的大使啊，还把这星通公司驻伊朗的这个总代理啊，称之为华为驻伊朗的总代理。那也就是说，星通公司就是华为嘛，华为就是星通公司嘛。所谓星通，就是华为为了躲避啊，就是美国的制裁的一个白手套。但是后来啊，华为可能也是觉得美国的这个长臂管辖的威力太大啊，所以呢，一方面卖掉了星通公司的股份，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开始逐渐退出美国市场。因为华为如果完全退出美国市场了，那它也就不受美国长臂管辖的范围了。而事实上呢，这个孟晚舟啊，他们可能在2017年左右啊，就意识到美国准备对华为下手，所以呢，2017年的2月份之后，孟晚舟再也没有去过美国了。而他此前呢，实际上他是经常去美国的，他有一个孩子还在美国读书，所以美国就认为华为完全知道他第一违法，而且第二呢，他也知道美国正在对他进行调查。所以他是有意为之，并且想回避美国司法对他的管辖。当然了，你说美国对华为的这个下手啊，是不是纯粹的就是基于他们起诉书里头这样的一个理由呢？有没有更大的背景呢？我觉得可能也有啊。
因为华为这些年在国际上发展确实非常快啊，它的这个5G 技术啊，确确实实在国际上领先。你想传统的那个电信大的公司诺基亚什么的，早就被华为远远的抛在背后了。就是美国这个国家，好像也没有跟华为啊在同一个领域可以竞争的这么一个公司啊，所以美国对华为肯定是没有好感，也不希望华为能够发展壮大，这是第一。第二，肯定还有一个中美之间这种竞争啊，这个角力的这么一个背景啊。一方面，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战啊，在经济领域内在角力；另外一方面，就中国的国力在上升，而美国原先是国际秩序的主导者。那你想想，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国力上升，肯定也是不爽啊。这中间难免就是要冲突，而这个华为就被选定了这个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样本。所以在我看来啊，美国制裁华为的大的背景正在于此。 We cannot allow any other country to outcompete the United States in this powerful industry of the future. 5G networks must be secure, they must be strong. They have to be guarded from the enemy. 12月7号的这一天的听证会啊，孟晚舟就在法庭上坚称他无罪。首先，他们要争取的呢，就是要保释。他们当时向法庭提出来啊，他们在温哥华有2套房产，这套房产呢都比较值钱，2个加起来大概值1000多万美金，1亿人民币左右吧。然后呢，同时呢，她的丈夫愿意当她的担保人，然后她找了一个律师团队，这个律师团队有10几个人，就向法庭提出来。孟晚舟啊，她自己愿意做什么呢？说第一，主动待在家里，在固定的时间内，比如说每天晚上11点，第二天早上6点，她一定待在家里。第二，她把所有的护照都交给法庭，而且不申请新的护照。第三，保证留在温哥华，不去其他的城市。第四，她要自己雇一个保安公司，24小时监督自己。如果她要是逃跑了，在保安公司可以抓她，可以把她抓起来逮捕。第五，他愿意带一个 GPS 的脚环，这个脚环呢，他走到任何一个地方，电脑上就可以知道他的位置。如果他是把这卸下来，他会报警。啊，一共是做了10几项的承诺啊。当时他的律师在法庭上说，他说虽然说孟晚舟啊，他实际上是非常有钱，但是有钱不应该成为他拒绝被保释的理由。按道理来讲，法律赋予的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应该是平等的。你不能说你穷人就可以保释，而富人反而不能保释了。他是针对美国当时啊在法庭上所提出来的，就是说孟晚舟和他的父亲家有几十亿美金，他有能力逃跑，是吧？就这一点啊，所以应该说呢，就这一点反驳还是比较有利的。同时呢，他又提出来孟晚舟啊当时身体不太好，高血压呀，身体的疾病啊，这种状况放在监狱里头也不利于这个犯罪嫌疑人他自己身体的这个状况嘛。毕竟他这所有的指控，都不是说涉及那种暴力犯罪啊。那么法庭呢，7号这一天就宣布呢，就是8号和10号这2天呢再进行裁决。8号这一天呢，孟晚舟呢又继续召开这个听证会啊。他们的律师在这一天就提出来啊，他们愿意啊在原先提出来保释金的基础上提高15倍。他们第一次提出来的保释金是100万加元，现在他们愿意提高到1500万加元。以表达自己的诚实的愿望，就是说，我不会跑嘛，因为一旦跑的话，那这1500万加元不就打水漂了吗？同时呢，就是除了她丈夫做这个担保人以外啊，那还有其他人可以做她的担保人。那么当时法庭就问那个保安公司，就说，那么你们这个 GPS 的项圈啊弄上去以后啊，有没有人跑过啊？他们当时还说，历史上跑过1个人。一共是带过50个人，比例还是比较低的，是吧？然后又问了他们当时啊，就是怎么来看着这个孟晚舟这么一个情况。As the bail hearing resumes for Meng Wanzhou. Now this is the 3rd day, and at this point the defense and the Crown have made all of their arguments, but there is one outstanding issue, and it relates to the bail conditions that were proposed by Meng's lawyer. 就在他们这个第一次的听证会之后，中国呢就宣布抓了2名加拿大人。Beijing is now holding 2 Canadians, apparently doubling the reprisals for Canada's arrest of a rich and powerful. 这2名加拿大人呢，全叫麦克啊，挺有意思的啊。一个麦克呢，这个人呢挺传奇的，他的经历啊，他呢是这个金正恩的座上宾。
在跟金正恩一起喝酒吃饭呢。那当年有个罗德曼访问朝鲜，跟这个金正恩见面，就是他撮合的。然后呢，他常年住在中国的丹东，有中国的永久居留权，也就是中国的绿卡在中国搞一些旅游和这个学校的投资，他被抓起来了。另外一个加拿大人也叫麦克，这个麦克呢是原先加拿大驻中国大使的一等秘书这个副领事，后来离开这个外交官的岗位他就在加拿大一家在中国的咨询公司里做中国的分析师。这2名加拿大人同时被捕，当时国际上都认为中国实际上有意报复加拿大人抓孟晚舟这件事情但是中国肯定不承认了，中国说这2个人犯了间谍罪，就是在中国搞间谍活动。The arrest of the two Michaels. It has been obvious from the beginning that this was a political decision made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讲到说是中方对2名加拿大公民采取强制措施，是对这个加方逮捕孟晚舟女士的报复，这不是中方说的，这是加拿大媒体说的。孟晚舟女士她是没有违反任何加拿大的法律就被加拿大逮捕，而2名加拿大的公民是因为从事了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活动而被采取强制行动的。12月10号这一天，加拿大的法庭就裁决呢，孟晚舟可以被保释。保释的条件呢，就是1000万加元保释金。这其中1000万加元的保释金里头，有700万是现金，有300万是房产。因为毕竟那孟晚舟人家一套房子都超过1000万加元了。那如果你要是只是说用1000万加元的话，那就是等于他1分钱都没有向法庭来递交。所以他这个保释金中间700万必须是以现金的形式交给法庭，那300万才是必须以房产来做抵押。同时规定呢，孟晚舟每天晚上11点到早上6点必须待在家里，然后出行必须带这个 GPS 项圈，走路的时候只要离开，必须有一个自己雇的保安公司24小时跟着他。这一天孟晚舟在法庭上，当听到他被保释的消息的时候，当场泪洒法庭。他从法庭离开的时候，很多外国记者围着他，问他问题，他没有回答。What's your reaction to be granted bail today? Miss Mung? Miss Mung? Vehicle is not in place. Package is out on the sidewalk. Vehicle is not in place. Back up a little bit, please. Hey, who do you guys work for? What are you doing? Door. Okay. Card reader door. This way. Oh, wait a minute. Open the door. Here. Open the door. Open the door. Why should people believe you that you won't breach your bail? Miss Mung, why should people believe you that you won't breach your bail? Do you have anything to say? 按照加拿大的法律规定加拿大帮助美国扣留孟晚舟之后美国政府必须在60天的时间内提出引渡请求，否则孟晚舟就重新获得自由了。于是，在2019年的1月29号，也就是孟晚舟被抓的第59天，几乎也是整个引渡实践的最后一天，美国呢向加拿大政府终于提出了引渡孟晚舟的请求。在这个请求中他们一口气对孟晚舟提出了23项指控，由美国的2个检察院提出来的。那么这些指控包括什么？欺诈银行、串谋洗钱，然后欺骗美国政府、妨碍司法等等那么一场围绕着孟晚舟能否被引渡的司法大战就将即将拉开了。Canada's arresting a top executive with the Chinese telecom company Huawei. Of Chinese technology giant Huawei was arrested on Saturday. Been the reactions in Beijing to this arrest, and how's it going to affect trade and tariffs?
对2名加拿大公民采取强制措施，是对这个加方逮捕孟晚舟女士的报复。这不是中方说的，这是加拿大媒体说的。It has been obvious from the beginning that this was a political decision made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孟晚舟女士她是没有违反任何加拿大的法律就被加拿大逮捕，会有什么后果我不知道。双方同意在互惠互利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管控分歧，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Hey, who do you guys work for? Card reader door. This way. Oh, wait, open the door. Open the door. Open the door. Why should people believe you that you won't breach your bail?